路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惠子。正所谓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只身一人浪迹天涯的银谷，凭借自己过人的治虫技艺，也会经常去当铺捡漏。说到奇珍异兽，又有什么比得上虫呢？对于那些有钱又有闲的人来说，最后可能只有与虫有关的事物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在一间当铺里，掌柜正在给银谷介绍一件羽织。这件羽织的材质再为普通不过，但羽织的质量确实很重，而且那里还画着一幅漂亮的山水画。听掌柜的说，这幅画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天才画家快所作。画作本身固然是不可多得的佳作，但是更为神奇之处却是画中的那座山。画中的山上偶尔会冒出白烟，就好像有人在山中烧火做饭一样。银谷意识到应该是这件羽织上寄宿了某种虫，便以虫为威胁，与掌柜的斗智斗勇，最后以半价买下了这件羽织。接着为了更好地出手这件珍品，银谷便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查。原来画家快出生于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家中还有老父和一个姐姐。快从小就喜欢画画，虽然说父母在不远行，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在姐姐的支持下，他还是离开家乡，去城里向一位老师学画画。离家之前，姐姐用山上的蚕丝为快织了一件羽织。就这样，年少的快穿着饱含着家乡回忆的羽织，踏上了求学的道路。但是成长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将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在老师家里，快成天做着一些杂物事。像他这样一个缴不起学费的穷孩子，根本没资格学画。于是快只能在帮老师洗颜料盘的时候，偷偷地用盘子里面剩下的一点颜料来练习画画。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之下，快还是在羽织的内里画出了记忆中家乡的那座大山，看起来就好像家乡在羽织的怀抱中似的。一天，老师在无意中发现了快偷用颜料绘画的大山，就把他赶出了画室。但是一个勤奋的天才是不会就此被埋没的，快踏出了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。后来在帮一位富甲商人作画时，因为没钱买颜料，在走投无路之时，快只好把姐姐给他的羽织典当了出去，这样才买来了颜料，完成了画作。商家看着快的作品非常满意，快一夜成名，画作的订购单也接到手软。自此每天除了作画，快根本没精力去关心其他事物，就连家乡发生山体滑坡灾难的消息都只是在脑海里一晃而过。由于夜以继日的忙碌，快不堪重负的病倒了。在医生的叮嘱下，快降低了工作的强度，甚至把许多求画的信件都给烧了。但是病情还是日益加重，最后甚至连作画的灵感都失去了。在无可奈何之下，快决定回家乡一趟，好好休养，也见见久未谋面的家人。可是当他回到家乡，看见曾经那么安静祥和的村子变得一副狼藉的模样，他惊呆了。一位伯母告诉快，3年前村子被一场山体滑坡给毁了，快的父亲也在那场灾难中不幸遇难。全村人满怀希望地写信求助于快，但是却没有得到快的回应。又过了1年，快的姐姐也因难产而死，现在村子里已经没有他的亲人了。听到这些，快意识到当初烧掉的求画信中居然有一封是姐姐给他的求助信，他顿时悔恨交加，无法原谅自己因为对于名利的渴望而忽略了亲情。伤心欲绝的快从此留在了村子里，不再画画。一开始村子里只有伯母肯原谅他，并不时给他送吃的。后来伯母病故，快为了赎罪收养了伯母发育迟缓的侄女风。从那以后，快和风相依为命。渐渐的，快的身体奇迹般的康复了。一天，快劳作完毕，在走回家的路上，又望着家乡的大山，突然
在断奶以前，如果没有摄取足够的产土，也会变得迟钝。所以风只要多吃当地的食物，慢慢就会变好。银谷准备离开之时，快想买回那件饱含姐姐的爱的羽织。可惜的是，银谷已经为羽织找好了买家。为了不失信于人，又能让快弥补内心的愧疚，银谷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便是让已经恢复健康的快重新画了一幅画作在另外一件羽织上。而对买家的说辞就是，羽织上大概10年左右还会冒一次白烟吧。人的一生当中不可避免的要被名利所诱惑，但是我们要谨记，金钱只是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不要为了追求身外之物而失去爱的能力，爱才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。抱山之一，抱的不只是山，还有对故乡、对亲人的情思啊。